来，今天咱们玩这个 BTT02的擎天柱，这家01出的是一个便漆造型的大黄蜂，这一回02便漆的柱子做了出来，盒子超级巨大，拿起来还挺重的。武器配件也很丰富，冷兵器、热兵器带了这么大一堆，两把可以插在手臂上的刀，刃的部分有涂装分色，刻线造型来说做的还可以。两把握在手里的刀，靠这个扣子去固定，上面的造型跟臂刃的那个造型是一样的。两把斧头也是可以握在手里的，尺寸挺夸张的一个大枪，上面有一些分色的细节和战损的划痕，干扫上去的。下方这里有触发的开关，打开以后前方会有红灯亮起，哦，这个光还挺亮的。两根大臂炮。造型上面来说做的还不错吧，炮口这里也是金属漆的涂装，做了一些干扫的划痕。4片装甲张开的造型，也是对的，挺好看的啊。而且这个地方也加了灯，按钮是这一个带有橙色圈，按下去它，外圈这里会发出红光，再按下关闭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造型上面来说做的还不错吧。便漆的这个防撞栏这一回做成了一体变形的样式。车前脸的位置造型还不错吧。透明的窗户啊，雨刮器这些是单独的，但是根部这一块是不可动的，小心一些。倒是一个韧性的材质。前方这里的防撞栏、中网都有做旧化的效果，窗眉这些地方。倒车镜这地方可以活动，也是变形的需要。油箱、烟囱，这里做了烟熏的效果。轮毂、银漆的涂装，橡胶的轮胎，可以进行推车滚动，但是试着轴有一些紧。这款的变形结构其实是基于之前 TW 的那个外转柱子改模而来的，上边这里造型的刻画也倒是都有，后边这里也都堵住了。改完了之后呢，这一块的拖挂部位改的我觉得还不错吧，方方正正的。把两块小腿肚子的蓝色零件挪到了中间，整合出来的效果。但是车尾这一块并不好看啊，露着2个螺丝孔，也并没有说，要是有一个盖子做成车尾灯，那效果就更好了。底盘来看，基本上就是2条腿。全车的长度在25公分左右，不小的一个尺寸啊。那我们也是来开始变形，这一次的变形难度会特别的高。先来从腿后边开始吧，把这一块拆开，这个边缘这里夹着一个扣子，打开以后双关节把它挪出来，但是不要扣到底。上边的这个也是翻开，这里边也有一个双关节，但是它是连在小腿内侧的这块板子上的。车尾部保险杠中间扣子拆开，拖挂位置中间的扣子打松，然后在双腿中间蓝色的位置，这里还有一个插合的点，这扣子里边是带有凸点的，拽着点根部啊，去把它拨开。这一块尽量在根部操作吧，这毕竟是一个圈儿，用螺丝穿轴锁在这里的。然后我们把这边的方块斜着45度，根部一个滑道，把它斜着滑下来，打开油箱这一块的位置。翻转180度，避让一下，再打开这一片，这里有一个下拉的双关节，拉松腾出来空间，把油箱藏到大腿里面去。这一片盖子延展开，把这个拖挂的部分折进去，拉开。脚丫子这里根部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我们往外翻，然后这一块中间的锁钩我们拉进去。这根部双关节把它拉下来，然后顺着脚踝捏着块蓝色板子啊，旋转180度，翻到外侧来，后轮旋转180度，挪到腿中间去，它只能从一个方向旋转。接着我们把膝盖往后稍微折叠一下，让出来这块膝盖甲的空间，这里又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从这个凹槽里边把前端拉出来，再往上折。提上去，这时候腿前方蓝色的面板根部双段关节再往里搓一下，旋转后方的保险杠90度打横，把这里的双段关节翻折一下，折上来，这一块归过来，填成这样的腿肚子造型。这一片板这里双关节打开，从咬扣处结合。这里
结合，双关节再把脚踝回归，翻到脚底来，脚丫子左右是有滑道的，我们把它拉宽。还没有完，脚背这两侧有2个蓝色的零件，再把它抽拉出来，跟这一块形成一个环状的结构，对平。最后再把这一块方块斜着这个方向提过来。另一条腿因为腿肚子零件在这里啊，所以变形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。把这一块结合下来之后，全部的锁定，再把这一块扣合回来。相对来说，双腿的变形还算是比较简单的步骤啊。我们来开始拆这个车头，把这一块银色的面板先打开，整个从后面翻开。刚才撬松的这个位置啊，其实应该先把这儿打开的，对折提上去。前方这里的一个小挡轴片对折提上来，接着往开打这一块，根部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，边打边向后拉伸一下，把它拉松。再翻折，边缘的这块夹角挡轴片顺势折叠到内侧这里，收纳起来。哎，前方这一块的倒车镜我们已经折好了，再对折一下，贴上来。现在需要拆开保险杠下方这里连接的插扣，打松，往上折叠一下，把它对折放在这儿。接着这一片从里面掏出来，顺着这儿翻出，哎，然后这里是一个滑槽，把它推上去。接着稍微的让一下这片板，下方这里有一个倒钩状的扣子，我们把手臂外侧的这片板子打开，解锁开这一块的挂钩，再把这侧面的窗户整个的抬起来。另外一侧同样解放开之后，车窗这里先打开这2个连接的扣子。把锁定点都解锁开之后，这一片抬起来，翻转到这里边去。现在窗户这边我们就可以延展开了，肚子中间的空槽位置解锁，继续拆。后腰这里有2片左右卡着的扣子，打松，打松。然后中间这里还有一个连接的扣点，把这2片红色的零件拆开。也是为了以防不测啊，先把它都解松，然后在中间这里咬合的扣子打开，这片红色中间的位置可以先抬起来，打松之后上方的这一块双关节对折，解放开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胳膊取出来了，也是擎天柱经典的胳膊存放位置 L 型。好。这里边的关节轴会非常的多啊，小心一些。取出来差不多的时候，顺着大臂下方的关节拉长，根部有一个滑槽，哎，把它拉出来，这样会腾出更多的空间来。先往外侧拉一拉，拳头藏在这里面，然后把这块板旋转个180度，接着贴合下来，扣子固定。再斜着把这一块保险杠的位置藏在袖套的外侧，胳膊放下来，银色的零件挡肉贴上去，肩膀后方这一片装甲折叠过来，再从根部把这一块银色的整个往前贴，根部有卡扣固定，烟囱向后旋转90度。最后还有个小细节，里边的内侧板子滑道往正推一下，放到中间去。那么这条胳膊我们就处理完成了。4肢都搞定之后，开始进入这一款真正最难的地方，就是身体这一块的收纳了。为了保证车型的一个保险杠这一块完美隐藏，还有在人形最终的展示效果，这一款的变形难度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的。尤其是啥呢？改完了以后啊，我觉得它这个头做的有一点大，卡在这里边会非常的挤。所以呢，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啊，尤其从车变人的时候，得来回的调整才能把这个脑袋放进去啊。后边这里先拉起来，稍微的松一松，再把这个脑门让出来。哦，这一片从框子里边掏出来了，里边的这个骨架倒是合金的零件。好，转到这个方向之后，我们稍微的挪一下，顺着这里边整个把这一块面板旋转个180度挪出来。
这一块吧，我感觉会比 TW 的那个外转柱子给的空间多一些，这会更好的出来了。然后就是开始叠纸片子了。其实看起来结构比较多嘛，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，顺着轴转就行。它一些轴全部都是单方向的，把它对折起来，哎，90度贴回来，再往这边贴，对吗？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根部这里有多段的转轴关节，我们把它提起来，往后放，对好，拉近点看，脖子后方有一个滑道，把它往后推，推到头，前方的这一块呢，也有一个抽拉的活动关节，把它拉长，拉长之后你才能解锁出来往下翻折的90度关节，把这一块零件提上去。胸口腾开了位置之后，我们来看腰部轮子内侧这里银色零件边缘，这里有2个卡扣卡在腹部，把它整个的打松，然后顺着这个关节往内折90度，避让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卡的地方。好，接着轮胎向内折90度。这里边是双段的关节啊，把它收进去，卷动一下。可以看这个操作的步骤啊，先把这一块90度折过来，然后外侧这里的双关节轴再摊平顶上去。摆放好之后，2个轮子在腰部里边其实不是直着的，是一个内八的造型。腋下这里有2片小的挡肉零件，我们把它翻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把它稍微的张开一点点，避让的角度，顺着后边的这一块的转轴，在里边啊这个位置，把上半个胸口90度提上来。这一块主要是避让边缘的这2块，不要被腰部的夹角锁到。哎，避让过来之后，再把轮子夹进去。好，夹好了以后，再往前归位，放下来。后腰的这一片挡肉零件，我们先往外翻，把红色的零件折进去，贴过来。这一块的背包根部这里打开，左右延展开。后背这一块的结合，先后的顺序才是这一次的难点。先把这2片挡肉的零件折开造型。这一片后背的甲先往上提，同时腰部往前折，腾出来这些空间之后，根部的这一片，刚才我们把红色的面板已经折到了外侧，这里90度立了起来，整个的钻进去，先把后腰的这一块结合，侧面这里有2个小卡扣，跟肋下挂上，锁住。把这一圈包起来，接着往下放胸口的折叠关节，双关节把这一块落下来，这里对折放进去，里边有2个挂钩，是挂外边这个伸缩出来的红色脊椎，这一块要拉长了挂进去，同时调整这一片。折过来，边缘的这个小扣子再折叠90度，再跟腋下的这块挡肉板进行插合，把这里固定，插住。好，最后固定好了，再锁中间的扣点，把它夹住。再来看前胸的操作位，检查一下侧面这2个保险杠的原装有没有和腋下的这块面板插合在一起。调整一下，把它对齐，这里一定要插好。接着，胸口下方有一个银色的边儿，翻转出来，再把胸口放回去。中间有一个双棍子夹这个透明零件的边缘，但是我感觉夹的不是老紧的。再检查细节，肩膀上边刚才翻起的2个装饰的黑片叠回来，屁股后面。90度立起来，后方的裙甲左右打开，最后一步扣合。变形完成后，到头顶差不多在30公分左右。那这个尺寸应该也是为了搭配 DL 叉比例来的。来看一下这款的细节，头雕的造型
还可以吧，口罩的刻线什么的做的也不错，整个的面雕上面的细节处理还是挺到位的。肩膀上方的这块面板整合完了以后，花纹涂装面，背部背包并不算很厚，而且干干净净的，后边的一些花纹层次感错落，涂装点缀，挺漂亮的。脑门后方这里有一个开关，把它按下去，挺紧的，眼睛就可以点亮了。深蓝色的瞳孔，看着还不错。但是主要这个开关太紧了，用个硬一点的改锥之类的捅一下，再按就关闭。胸口这块也做成了隆起的肩胸，但是这一块的夹合扣点不是很好啊。腹部这里复杂的机械内构刻画，挺漂亮的。肩膀的造型、烟囱，包括手臂上边的一些刻线、细节花纹，每个面都做的可以。全指可动手，但是手腕外边会露着一个螺丝，有些影响美观。脖子球形关节来回的旋转没有问题。肩胛打开，它这里是2段关节延展开以后，胳膊就可以进行平举。二头肌左右有旋转，胳膊这里边挪开这一块银色的边缘，90度多一点。而且胳膊肘后边这里有挡肉的零件，旋转的时候这一块也是会跟着动的。腰部左右大概各30度的旋转范围，很漂亮的背部，弯胸，后边这里也不会脱肉，这里边有一些联动的机构，装甲会跟着一起动，并且腹部这里有余量的空间。打开裙甲，胯部这里是一个下托式的双关节轴，拉出来前踢。踢个90度没有问题，后踢也能折到90度。侧抬90度，大腿根部左右旋转，并且大腿内部的管线花纹这些刻画都很漂亮。膝盖折叠2段关节，第一段其实已经能折到90度了，再往上还可以把腿叠到这么大的幅度。140-150度得是有的，里边这里同样有挡肉的零件，而且能明显的看到在这些转轴的地方有上升滑油。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，脚尖这里稍微能活动一点点。那么总的来说吧，造型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对于便漆的一个还原度、一些细节的点缀、花纹的处理都非常的好看。用料的材质其实还是挺有韧性的，但是因为变形难度过高，所以把玩起来尽量也是小心一些。涂装工艺相当不错，在细节的刻画上面也能展现出来电影系的那种复杂程度。尤其这个背包的收纳和造型处理，把车型那么多的板件都团在了肚子里边，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背包厚度完全的可以接受啊，而且花纹做的很漂亮，同时还不影响背部折叠的一个装甲露出感。要说这款最大的问题还是变形的难度比较复杂，有一些地方的避让和先后的顺序太考验你的变形手法了。所以上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另外再说一个让我个人感觉不太满意的点，全身上下这么大的尺寸玩具没有一个齿轮关节，基本上都是靠轴的摩擦力度去支撑固定。还有就是在最终完成以后，脚踝尤其这一块的变形结构设计啊，会显得站立起来晃晃悠悠的。你正常把玩的情况下，站立什么的倒是没有问题，就是你在摆造型的过程中，难免尺寸太大了，尤其涉及到一些变形结构，这个晃悠感也是因为料子的韧性好的原因吧，但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爽。除此之外，在便漆擎天柱这个造型里边，这一款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 BTT 的便漆柱子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